来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快坐，快坐，快坐。坐下聊，坐下聊，快来。哎，坐下好上菜。老站着没法上啊。哎，看来这是饿了啊。左转红尘，右转佛门。逢人不说人间事，便是人间无事人。没有了，先来一个先吃的啊。这个说书一上来说一定场诗，现在其实就是个形式了。过去在茶馆里边很需要，观众那儿聊天啊，嚷嚷，只要醒目一响，马上就安静，就跟法器似的，就是大伙儿都认可这个，挺好。那会儿小时候说书，老先生就教给我们，哎，他底下乱不要紧的，你别跟他喊，你指望着拿声音把他们压下去，你就上当了。他底下人多呀，你喊不过他们，你就摔完了木头，光张嘴就行。大伙儿都有好奇之心呢，别说话。其实你也没说什么。最后有俩字就挺好。这就是每个行业有每个行业的门道啊。这回录这三国呀，我也是没想到，怎么会答应录这么一个呢？你这录个什么三侠五义啊，哈，录个什么大王庄闹狐狸，这都简单之极。录一这玩意儿，它齁累，比什么都累。有一天跟平台的负责人一块吃饭啊，还上我那儿吃饭去。酒席宴前越说越开心，跟您合作，做这个做那个，什么叫综艺节目，哪叫真人秀？您后边什么戏我们也投资啊，聊得很开心。我就说到评书这儿了。其实我对评书我还是有情怀的。但是我很少提，因为情怀是藏在心里的，拿出来就是诈骗。你记住我这话没错。谁要一跟你说哈，我要在我们村门口种3万棵树，然后一边说着一边流眼泪啊，你就直接问他用多少钱就行。啊，可不嘛，情怀是自己的事情啊。我爱评书，我爱唱大鼓，我爱唱戏，我如何如何。但我拿这个是跟别人说，撺掇你把房卖了，支持我的情怀，那不就害人吗？所以这个东西只要拿出来，就是有问题的。但是对这个玩意儿，我是真是有情怀。我打小，我7岁先学的评书，9岁学相声，到了80年代末又唱这几年戏啊。我老说我是废物，我就会这3件，这都是实话。所以说人家跟我一说，哎，录评书我还挺高兴啊。当然人家给的也不少啊。其实他们也糊涂，他给少点我也干。哟坏了，说出来了。但是好在呢，他这一气儿签了4部书，啊，4部书。那个优酷这跟我聊啊，说很希望您头一套书就先说三国。他说完这之后，我真没想到，一般来说他不会说这个啊。他要我说个什么神话故事啊，闹妖精闹鬼啊，侠义的还有情可原。哎，当时我说我没想到，我说你们有文化啊，能想到这个说三国啊，我说挺好，我说应该把三国再整理一下。每位说书的先生说三国都不一样，出发点不一样，解剖的手法不一样，这个书纯粹是卖艺人。有的书有的故事吧，其实搁在谁身上都一样，但唯独三国是不一样，他骗不了人。他必须是念过书的人，单纯往下捋着故事跑就没劲了。哎，我还挺高兴，我就答应他们，所以就开始录三国。这一开始录我才知道我上他们当了，他们有个游戏是三国。我说你们这个有想法啊，那俩能绑在一块儿。当然后来人家让我给这三国游戏代言，我想想也行。
俩好合一好呗，是吧？哎，尤其是德云社游戏部的部长侯震老师。他这游戏叫《三国志战略版》，有人玩过吗？有。呵，罢了，你们好好玩啊！玩这个你们就是支持我啊！哎，反正侯震现在天天就这出了，啊，《三国志战略版》。我想象中玩游戏还是我们小时候那个，拿个这么一玩意插着电视啊，那滴嘟滴嘟滴嘟就那个玩意儿，咱也不懂那各式各样的什么打个坦克啊，什么打个小人啊，我以为就是那个玩意儿了。咱哪知道现在这是高科技啊，高科技，挺好玩呗啊，玩这个也是支持我啊。那个我努力啊，有时看老侯玩，我还觉得挺有意思，挺有意思。他说好多游戏人也拍电影了，啊，也做了戏，什么有大批的拥趸都喜欢啊。游戏够呛，要拍戏我可能还凑合啊。我一说这，可能有人说哟，他又要拍戏了啊。别害怕。这个玩意儿一定会有一个戏成功的，哎，就是咱就一个戏一个戏的来，所以这是市场所决定的，也没谁对也没谁不对，无所谓的事儿啊，挺好，能坐在这儿踏踏实实跟各位说书聊会儿天儿啊，讲讲三国，我觉得就已经很开心了啊。闲话少说，书归正传。哎呀，是不是？要不说这个一就可难受了。考考你们啊，上文书咱们说到哪儿了？太棒了，果然是我的好观众。好多说相声的净是那个，我这段相声说完之后需要观众们把它记住。我心说你是真傻，他记住你吃谁去啊？不用记住啊，记不住下回再听一遍啊，这样我们老有饭吃啊。其实你们是喜欢搭这个下茬啊，开心，这就对了，这不就是个互动吗？啊，说书、唱戏、说相声，这都是以人为本呢。你们要记不住呢，我得记住；我要记不住，咱们就得干点别的去了。陈宫在中牟县放了曹操，俩人又打这儿出来，往外跑，一直奔西南。这一趟出来，这活不好干。你是俩人骑着马，兜里带着钱了，那不是旅游啊。这俩人的身份，这个是国家要饭，对吧？这个呢，把这要饭放走了，也是要饭，这俩人就剩要饭了。你想这道理去呗。你堂堂中牟县的县令，你这叫明知故问，卖放，这是犯了国法了呀。现在这两位啊，骑着马，背着宝剑，这倒行了啊，也没有单位的束缚了，也躲开了打卡了啊，什么都不用想了，逃活命吧。这路上挺累，你不是说光明正大的在大路上走，到点吃饭，完事住店，不是，俩人是逃跑。走着走着，这大概有这么2-3天了，真累。按时间说，这天已经太阳平西，傍晚都多一点，现在说6-7点钟晚上啊，这勒住了马，曹孟德定睛观瞧，看远处这村庄，仰天长啸，哈哈哈哈，还挺高兴。陈宫就没明白呀，孟德因何发笑？公太兄，此处名叫八里屯，这儿啊有我们家的一家熟人，我父亲的结义兄弟，就是我爸爸有一个拜把子的哥们儿住在这儿了，咱们可以前去投奔。呵，陈宫也挺高兴啊，怎么呢？天天的不是事儿，要到这儿啊，洗个热水澡，吃足蹦点，睡个好觉，这也是挺好的。好，哦，就在此处吗？对，就在这个村子里边住。哎，这一老丈他姓吕，叫吕伯奢。
双口吕，伯父的伯，奢侈的奢，啊，吕伯奢。你要按这字儿说，在他们家，他行大，那名字里带一伯嘛，伯仲叔季，就是1、2、3、4的意思。所以您看这名儿带一伯，哎，就是行大。张伯伯，那太大了有点。天儿也越来越黑了，俩人又稍微的在村子外边等了一会儿，你怕这会儿进村老百姓瞧见。觉得差不多了，村里没人了，因为那会儿也没有什么电灯啊，没有游戏啊，天一黑都睡觉了啊。俩人这才放马进庄。曹操来过，他认识，按照那个记忆找来找去，到这儿了。说就是这家儿。俩人下了马，过来敲门。功夫不大，听到里边脚步声音，紧跟着门开了。开个门之后，这个门没开多大，有人在里边稍微探了下头，因为太晚了，人不知是谁来啊。这一看，门里站着的正是吕伯奢，60来岁，很和善的这么一个老大爷啊，胡子啊，眉毛都见了点白呢啊。这一眼瞧见，开始没瞧明白。为什么外边黑呀？那年头没有路灯啊。这虚乎眼一看，孟德过来了啊！伯父，谁呀？孟德进来。孟德进来，怎么呢？太知道了，你惹祸了呀！啊，进来，赶紧就进来了。刚才这马在门口树上拴着，也不用管。俩人进来，这把门关好了。老头带着他们，由打这儿往里间屋去。这家还算挺有钱啊，小院子前后的，挺格局。带到后边这间，进来。来到屋里边，把门一关。吕大爷这脸上这表情就看得出来，很紧张。孟德，普天之下，画影图形，捉拿于你呀！那意思，你惹祸了。孟德点点头，是，哎，侄儿一时疏忽啊，是，你先坐，坐下了啊。此位是，得问问这是谁呀？此位是，我跟您说，中牟县的县太。陈公，陈的人，是他将侄儿我放了。哦，老头站起来，一躬到地，多谢使君。使君啊，使劲的使，君子的君。哎呦，多谢使君。不是使君仁德，他曹氏灭门矣。得亏您把他放了，要不然的话，全家抄斩，祸灭九族。老头是真疼人呢，啊，所以从自己的角度，我跟他爸爸，我们是把兄弟，这是一躬到地。陈公赶紧相搀，岂敢！哎呀，老丈，哎，好，快坐。这儿坐下了，曹操就把自己这段时间的经历，一五一十的跟人说了，怎么来怎么去。现如今我们俩人跑出来，连着好几天了，路过您这儿。哦，好，太好了，到这儿来就对了。你在外面不放心呢啊！使君跟陈公说啊，但放宽心啊，您就跟这儿踏踏实实的住着，有老朽在此，料也无妨。人很好。你放心吧，住我这住着吧啊！那个，我去给你们先安顿饭去啊。这是山野小地方，也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啊，咱们就简简单单的吧。那个你也不能要求人家呀啊！老头站起来往外就走。这儿沏上茶，曹操跟陈宫俩人喝了茶聊天，就说下一步的打算。
曹操的想法就是，之后我要回陈留郡，他们家在陈留郡，回陈留郡，招兵买马，聚草屯粮，招选天下的英豪，我们共图大事，灭了东周啊！而且我的想法，我是要匡扶社稷。曹操很聪明啊，为什么这么说？要占据道德的高点，我要匡扶社稷，这就不一样了。你看后边逮住吕布了，问吕布你为什么造反？吕布说的汉室天下是人人天下，这就糊涂，他把自个儿就立在道德的对面。要不说为什么他死了呢？那是应该的。曹操一代奸雄啊，他想得周到啊。俩人这儿聊着天儿，聊着聊着，曹操把手里的茶杯放下了。有人说怎么了？聊了多半天呢？现在说呀，大概也就是40来分钟。40来分钟，俩人聊一会儿，累不累啊？您辛苦了，如何如何？过些日咱怎样啊？这些话说完之后了，他想得多，时间不短了呀。这吕大爷干嘛去了？马上想，就一件事，就是他是不是上官府举报去了？有人说他这么想，就说明他是个大奸之人，这也不对。设身处地，此时此刻这么想，也没有什么不对的。你终归你是国家逃亡的要犯呢，你是要谨慎呢。所以说他就愣了一下，愣了一下之后，支棱着耳朵听，因为他这是个前后的小院，恍惚间就好像听见有人说话，并且有动静，有人走动，有这么几个人，听不清楚。曹操站起来了把这门打开了，支棱着耳朵往外听，声音在那个院子，点点头，示意陈宫你别动，我去听一听打这儿出来，撩着自己的衣服，脚底下可以说就是蹑足潜踪，轻轻的，这也不能像跟穿拖鞋似的踢了秃噜踢了秃噜这儿出去听了一会儿，再回来，脸都白了。公台，大事不好！孟德兄，怎么了？我听见那边有人说话，讲说什么？他们说的是负而杀之。负，绑上，叫负负而杀之。负而杀之。陈宫还琢磨呢，曹操都没等他，你怎么还犹豫？说的就是你我呀！怎么呢？他觉得负而杀之就是拿绳子给咱俩捆好了再杀。这么一解释，设身处地，在这个状态下，陈宫也有点慌。俩人命运是相同的嘛？哎呦，孟德，你说这怎么办？哎呀，还怎么办呢？这个时间可是不等人。按雁翅退崩黄，一推蛤蟆口，苍啷啷啷，宝剑出鞘。他这宝剑呢，这会儿没背着，来的时候不是背着吗？来的时候那宝剑背着，你要这么拔还不好拔。古人的剑基本上是在3尺3左右，有长一点的呢是4尺多。但是您得想，在后背就这么拔不容易，所以拔的时候那会儿讲就是
这边攥着剑鞘，这边他才能拔。他到屋里来，老头说歇会儿吧，这就都摘下来的，搁在这儿。这会儿拿出再拔，很方便。苍啷啷，宝剑在手，推出门去，要直奔那个院儿。一进这个院儿，迎面就碰见一大高个儿。原文上没说叫什么，我们有老先生给起名儿，说是姓吕啊，叫吕长。叫吕长，他也没长命啊。啊，这迎面过来，曹孟德到这会儿眼珠子都红了，剑啊，啪，手起剑落，就砍在脖子这儿了，咣当当，死尸倒地。这一有动静，人屋里还有人呢，又出来人了。曹操杀红了眼了，接着咔嚓砍瓜削菜，原文上说8口人命。为什么呢？人家里还有家属呢，还有孩子呢，连老的带少的，有男有女，一会儿功夫这儿死了8口，8口人死完了，陈宫拎着剑这才过来。他终归是个文人呐，他不是曹操啊。这就是为什么后来陈公台没活多长远，曹操能有这么大的身份。他人的性格是决定一切的。陈宫到这就傻了，心说大不了有人挡着咱跑啊，你不能给人一家8口全杀了。人站着就愣了啊！曹操回头看了看，那意思你呀干不了什么大事，想看看后屋还有人没有，攥着宝剑往后边走。陈宫也跟着他，俩人往里边一走，你也呆呆的发愣。怎么呢？这儿架着一块磨刀石，旁边放着一口刀，这口刀上边带尖儿，这头里是弯的，说明什么呢？说明这是杀猪的刀。你看你要杀羊啊，杀牛啊，把这脖子拉断了，把血放了，也就没事了。唯独杀猪，就这个黑牲口，他最后一定是刀上这尖儿，他得进去点着心脏，他才能死得痛快。就一有这套东西，说明就是杀猪的。再往旁边看，在那地上捆着一只猪。好，曹操呢，多少有点尴尬。杀错了啊，嘿，也就落一黑啊。陈宫傻了呀，8口人命，愣在这儿了，这个话到嘴边说不出来了。曹操这一拉他，公台兄，是非之地不可久留，咱们赶快走。哦，也只能走，能说什么呀？俩人打这儿出来，把东西拿好了，背上宝剑，骑上马，往外就走。整个《三国演义》里边有一个最不合理的地方，就在这儿。那个猪为什么不叫？猪一捆上就叫啊！你上网搜视频去，对不对啊？这猪它不叫，这是三国最大的 bug。哎，我是没有时间呢，有时间给他改写一下。我得说这猪已经吓死过去了。这是当年写三国的这位老先生没设计好，这是不合理的地方啊。他要是一叫呢，这事儿也就过去了。但是天下事原本如此，故事就是这么设计的啊。出来吧，骑着马，比来的时候还快，杀人了呀啊！陈宫连话都说不出来了，心里边就一直叨叨着：我跟他出来，我是不是错了呀？
啊！但这会儿你说怎么办？解释都没法解释了。骑在马上，这个人是木讷的，大概往前跑了有这么10多里地，就听对面有小驴儿的声音，驴脖子底下挂着铃铛，哗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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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迎面来人了，驴身上坐着吕伯奢。吕伯奢给他们打酒去了，家里安排人杀猪款待，回来了，啊，就走一对联儿。这面对面你就不能不停住了吧？都停住了啊！老头纳闷儿，贤侄，世君，这是要到哪里去呀？留你们2位跟这儿住，你们怎么走啊？人得问问呢。曹操看了看，被罪之人岂敢久留？有罪呀！朝廷追杀我，哪能在这儿待的时间太长？哎呀，贤侄，这是从何时起？我已经安排家里人让他们杀猪啊，准备酒菜，我出来给你们打酒来了。村子小，咱们这儿没有卖酒的，我再跑出来，等急了是吧？啊，咱们回去啊，回去好好的，你们得吃点喝点，得休息休息。哎呀，伯父，时间紧急，来不及了，别介呀，啊，咱们回吧，好不好啊？你哪差这一宿啊？明天天亮再走也是好的呀。就这个过程当中，陈宫一句话都没说，就坐在这儿，就这个内疚啊。杀人没有我，但是我在跟前儿，我是亲眼看见的，而且我没能拦住他。就这么善良这么好的一个老头，现如今这要一回家一瞧，家里边血流成河，8口人都死了，这叫什么事儿？哎呀，自个儿坐在马上，低着头，说不出话来啊。曹操哪有功夫跟他聊闲天啊？伯父大恩，侄儿铭记在心。改日定当报答。天色不早了啊，我们赶路要紧啊，咱们再会啊！请。说着话就拨转马头要往前走，老头就愣了。哎呀，心说这都哪儿啊？但到这会儿一瞧人俩人骑着马要走了，老头还挺舍不得。嗨，那人要走也没法拦着，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走吧啊！骑着驴往家的方向走。曹孟德坐在马上，就看着老头，老头背冲自己，骑着驴往前走。曹操就把手中的这口剑抻出来了，宝剑在手，拨转马头。那是驴，他骑的是马，马比驴可快，几步就到了跟前了。伯父，喊了声伯父。吕伯奢一回头，满脸堆欢，高兴。怎么呢？这是要跟我回家呀？这一回头，剑下来了，咔，给吕伯奢斜肩带背，就这一剑，咣当当，死尸倒地。陈宫坐在这儿，眼泪都下来了。怎么呢？亲眼看见你干出这么不仁不义的事情来，孟德！喊了声孟德，话说不出来了。曹孟德一抬脚，在这靴子上把宝剑上的血蹭了一蹭，苍啷啷，宝剑还匣。回过头来看了看陈宫，公太兄，孟德，你为何出庄来
又杀老张呢？哎，斩草必须除根。他回得家去，瞧见遍地血海，岂能轻饶你我呀？孟德，你如此行事，你大不义呀！就你这么做事，你不义呀，你啊，不应该呀！曹孟德仰天长啸，曹操活了66岁，这一辈子就说了今天这一句实话：宁叫我负天下人，不叫天下人负我。讨得三皇五帝，功名夏侯商周，五霸七雄闹春秋，顷刻兴亡过手，青史几行名姓，北邙无数荒丘。前人播种，后人收，说甚隆正？说得对。哎，不来了，不来了，啊，不来了，不来了。好，你们上来。要在剧场里边，这喊起来可热闹了哈！你们上来，你们下来，你们上来，你们下来啊！好多演员可爱跟观众玩这个了，但是你看德云社演员聊天也是，哎，我们爱跟观众说这个，但是东北演出的时候我们不喊这个，因为他们真上来。东北人热情，东北观众哈，你一喊你上来，他真上来啊！干啥呀？你怎么了？谢谢各位吧，大伙儿这么喜欢，能力一般，水平有限，说书现在这行其实挺微，没有什么人愿意干这个，因为培养一个说书的可能得拿几十年才能培养出来，你要培养一个综艺明星可能简单一点，所以这就难在这儿。你也没有舞群，也没有乐队，也没有什么哈，就靠着自个儿一个人跟这说，但凡有一点有问题，就让人看出来了。你观众都有手机，你说哪儿他一觉得不对，夸夸一搜不对，没法弄。不像清末民初那会儿啊，那会儿怎么说怎么对啊。所以现在这行确实是不好干啊。那个它也不像做节目，我现在做节目也不太像原来似的。当年20、30岁的时候做节目还行，现在做节目不爱干，岁数可能也大了，聊天的也不爱聊了。因为有的时候，你看之前做过访谈节目，做了好几年，聊天过程当中就感觉出来，有的时候都是演员过来嘛，宣传戏来呀，或者怎么样。聊天的过程当中，他说的我也听不懂，我说的他也不明白。你说怎么办这玩意儿啊？但是存在就有它的道理，没办法，也都不容易。我现在特别了解每一个人，谁都不容易，挺好。当然我做节目。我就唯一有一个避讳，就是比如嘉宾，老演员吧，比如说老太太们，我有时候就稍微的谨慎一点。就是知名的女演员，比如这个50、60岁往上的，我有时候就特别谨慎，因为好多时候都是因为这个有问题。咱不是说歧视谁，每个人活法不一样，就是每个人的思维，他有时候他未必在一个频道上。所以说这个，后来我跟他们说，我说你们请这个老太太来的时候，你们一定要小心，都问好了，净这个。还有一回也是一个老太太，也别说老太太吧，没有60来岁吧后台聊天，后场也没有话，我得找一个话茬，要不太尴尬了我说我看网上您画画画的也不错啊，他噌就站起来了，我是个天才。我那经纪人他们在这边，我就回头，我问他了吗？这不就是客气客气吗？你这怎么弄啊这？所以后来我跟他们开玩笑，我说就你这种老艺术家，我说你们请的时候一定得问清楚了，要不别弄得回来不愉快。我说仗着我还能应付这个，但是也挺好，也没有说人家不对的意思。一个人一个活法呗，是吧？那比如今天您各位坐着听书，这不也是个活法吗？
考你们一个问题吧，好不好？那个三国的游戏叫什么来着？下回还得请你们。哎，我不请你们，优酷也得请你们。好啊，说完了《三国志》战略版，咱们得说书了啊。上回书咱们说到哪儿了呀？啊，那得了，你们赢了啊，你们得说我是个天才啊。你们忘了，我不能忘啊。这个捉曹放曹，曹孟德杀了吕伯奢一家8口，出的庄来，又把吕伯奢给杀了，并且说了一句他的千古名言：宁叫我负天下人，不叫天下人负我。就是负就是对不起吗？我对不起你们没事，你们不能对不起我。这个话说完之后，陈宫浑身发凉，心说这个人怎么能这个样子呢？这没有办法，这就是咱们刚才那句话，一个人一个活法啊。他觉得这就对，这就是他的做人的标准。另外，这个也能可以说是算是曹操的给自己立的一个 flag。嘿，你看我还会点方言，立了一个标杆。那个是这么说哈？啊，那我又猜对了啊！立了一个 flag， 他这一辈子也确实是按这来的。三国里边好多位都是有自己这个口头语 flag 啊。你看刘备说嘛，汉贼不两立，他也做到了。诸葛亮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做到了啊。包括孙坚打洛阳得的玉玺，人找他要他不给，他说我拿这我藏起来，以后不得好死。你看人做到了。这都是好样的，说到做到都是好样的啊！两个人往前走吧，事到如今再聊别的都没有意义了，俩人心不在一块儿，各走各的吧啊！心分别在外边，脚底下道儿还是一样的，就这一路之上默默无语，谁也不搭理谁啊！反正心里边各有心事儿。曹操也琢磨够呛，俩人未必能走到一块儿去啊。往前又走了这么1天多，累得就不行了，终于找着一个合适的地方，两个人要住店。那地儿比较偏，太繁华的所在城里边不能住，官兵知道怎么办呢？哎，就得找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。一瞧这儿挺好，住吧。来到这儿，翻身下了马了，伙计过来接过马，该喂的喂啊，该弄的弄，给俩人让到后边。俩人住一间，这屋里边点上一个小油灯，吃点什么呀二位啊？啊，随便看着来点吧，饭菜啊，弄点酒，沏点茶，一会儿功夫都拿进来了，放在这儿，吃吧。一边吃的呢，也随便聊几句闲话，也不说话就太尴尬了啊！你说点那个挨着不挨着的话呗，这会儿就不能掏心窝子了。曹操也知道自己做这事儿不合适，但是从我的角度出发，必须这样。你不爱看那是你的事儿啊，该吃吃，该喝喝。陈宫呢，反正你说什么我也就聊着啊，是。啊，好，吃吧，喝吧，吃着喝着，吃完之后撤去了残席，把茶又沏好了，一人喝了2碗。天不早了，说今天咱们得好好睡一觉，这些日子太累了。好，他这屋里当间是这桌子，一边呢一把椅子，两边分别是2张床。啊，您那头我这头，好嘞。洗洗涮涮呗，归着归着，把外衣宽去，曹孟德躺下，没多大功夫，这呼噜就起来了
太乏了啊！好家伙，睡得这香啊！陈宫坐在这边，就坐在床边这儿，呆呆的发愣，就跟过电影似的，就想这一段时间，我把这官扔了，我不光是扔的官，我还扔了一个万户侯，我还扔了黄金1000两。我认为这些个都抛弃之后值，但现在看不值。是跟着他以后，也许共谋大事，会有荣华富贵，但是眼前他的所作所为是我不能接受的。上至天子，下至庶民，讲究的是修身为本。你所做的这些事情，从我这儿看，太不道德了。甭管是皇上还是老百姓，推车卖报纸说相声的，咱们最起码得修身呢，对吧？就是人的品性啊。你干的这个事儿，这个说不过去，你怎么解释你也是不对的呀，啊！自个儿坐着坐着就来回的叨叨这点事儿，这就是念书人呐，啊，翻过来调过去，想天下的事儿，想自己家中的事儿，想这些日子发生的，包括刚才，哎呀，孟德杀人，出庄来杀吕伯奢，这一切都在眼前，心里边真不是滋味，也不知道是后悔，是难过还是什么。就各种情绪拧在一块儿，坐在这儿难受死了，也睡不着觉。你再看对过这曹大爷呼哈呼哈，连杀了9口啊！他还睡觉，睡得还挺踏实。陈宫坐着看着，哎，点了点头，心说：孟德呀，孟德，以你的为人和品性，他年如若得志，你可是国家的祸害。曾经有人说曹操吗？治世能臣，乱世的贼子。治世能臣就是说国家建设的时候，这些官可能庸庸碌碌，你把这点事交给曹操，他准办的特别好，治世的能臣。但是乱世的贼子也是他，还有说法叫乱世的贼臣。说的对吗？对呀。说的不对，最后为什么天下是人家的呢？啊，坐着看着他，现如今天下大乱，董卓专权，欺文害武，祸乱朝纲。我实指望抛弃了官职，跟你出来能够匡扶汉室。现如今你让我心里边凉了，以你的品性，以后还不定得干出多少个不仁义道德的事情来。既如此，便如此，我何不为国家先结果了你？陈公台动了杀心了啊！自己有宝剑，就在这放着，抓到手里边，轻轻的就把这剑抻出来了，攥着宝剑。对面就是曹操，曹操还脸冲里，打着呼噜，站起来了，心说结果你就在瞬间，很简单，那还不容易吗？那个又喝酒了，又睡这么踏实，往前来谱一下，对吧？天下哪有3国，是吧？顶多2国，是吧？2国演义啊。所以这本书能不能往后续，全看陈宫了啊！陈公台攥着这口剑站起来了，绕过这个桌子，对面就是曹操，心里念叨着：孟德呀，孟德，许你不仁，就许我不义。我今天与你无有深仇大恨，我是为国家要结果了你。
啊，有什么事儿阴曹地府，咱们见面再论短长。嗨，今天就是今天了。宝剑攥在手里边，就准备杀曹操。就在这会儿功夫，曹操说梦话。我也不知道您哪位爱说梦话。有人说要说梦话吗？啊，好，努力啊！你们会说梦话了。曹操说了句梦话，啊，说是难保的君王，难救的爹娘。这两句话是他发自肺腑的话。做梦也好，说梦话，其实呢，就是人活的时候，人平时清醒脑的时候啊，上班的时候，白天不论干什么时候，这几句话这点事儿在脑子里来回转悠。那晚上睡着了呢，这些个机能没有休息，他会把这些个再调整出来啊，这是他心里话。难保的君王啊，之前想的是好好做一个官，一层一层的往上熬，熬到最后我要如何如何，做一个大官。但是现在这样汉献帝软弱呀，这个朝廷情同虚设，所以说我想忠君保国做不到。难保的君王，难救的爹娘，我惹祸了。现如今我这个祸惹的可是不小，连累了我父母，连累了我的家人。我想救他们，我上哪儿救去？我自个儿还没有着落呢。所以第二句是难救的爹娘。梦里边说不能说得很清楚，含含糊糊的，这个声音不大，但是这两句话把陈宫打动了啊，当时就愣了，慢慢的退回来，把宝剑搁在桌子上，坐在这儿捏呆呆的发愣。难保的君王，难救的爹娘，慢说是他，我陈公台又何尝不是？我也想保君，但现在君没法保，又何况我跟他跑出来是国家的罪犯，想保也没有机会了。我出来连累我的爹娘和家人，我也不知他们在何处，可不我也是难救的爹娘吗？这两句话说的跟我心里一样。这也就是陈宫啊，这俩人换一个，陈宫睡觉说梦话，你唱咏叹调他也不会搭理你的，对吧？这就是故事，就是这么设计的啊。叹了口气，把宝剑呢装在匣里边，把自个儿手使的东西归置了归置，耳边厢就听得桥楼之上打罢了4更2点。陈公台打窗户看看外边的月亮，叹了口气，心里边暗暗的念叨：鼓打4更了，鼓打4更，星月明，不该随他走西东，杀了吕家人数口，方知曹操是奸雄。这4句是他心里话，您不用上三国上翻去，没有，三国演义也没有，这是我编的。我是站在陈宫的角落，站在他那个位置上想，这会儿后悔也没用，说什么都没有意义了啊！走吧，最后就是许你不仁，不许我不义啊！放过你一条的命，希望你好自为之，但愿你为国为民能干点好事儿。收拾东西，带着宝剑由打这屋出来往外走。
伙计迎上来了，客爷啊，3岁的纹银啊，这是店钱，我有点急事儿，我得赶路要紧啊。同来的客人醒了之后，你跟他说一声啊，我回老家了。哦，好好好啊，那您慢着吧。陈公这儿出来，搬鞍认镫，飞身上马，扬长而去。他是走了。天光大亮，曹操醒了，这觉睡得可真不赖啊！解乏，又喝点酒吗？啊，终于躺在床上睡觉了，高兴啊，挺舒服。这儿回过头来，拿眼一扫，看这边这床没人，而且床上东西没动，腾楞就坐下来了。怎么呢？你要说被窝都抖开了哈，说明这人可能上厕所了或者早起了，没动，说明他没在这儿睡。曹操是什么人？噌就起来了，啊，左看右看，推门就出去了。伙计就迎上来，客爷您起了啊！与我同来的那位客人呢，4更天就走了。他说是这个家里有急事儿。哦，好，打水洗脸。怎么呢？此处不可久留。要别人就得想，哟，他怎么走了？不乐意了吧？曹操想的是，他是去汇报去了吗？他是去报官去了吗？你看，每个人想法就不一样。所以曹操想的是，我得赶紧走，好歹擦了一把脸，打这儿出来，上马，赶紧跑。回哪儿呢？回陈留郡。他家在陈留郡。就这一路上躲着走呗，躲官兵，躲关口，一路无书。这一天终于回到家了，回到陈留啊，到家了。赶天黑啊，才到家里来，怕人看见。马拴好了，啪啪啪一砸门，门打开了，一瞧里边这位不是别人，他父亲曹嵩啊，这儿进来，把门一关，爷俩一对面，看他爸这脸上啊，铁青色的啊，逆子。他爸爸是从外边也刚跑回来呀，爷俩前后脚啊，逆子。曹操没说话，因为这个得先让父母老家先骂够了。您各位也是如此，你外边惹了祸，回家之后啊，你不能一进门先喊，得等你爸你妈喊够了啊。那会儿你父母一定是喊你的全名啊，什么叫乳名啊、昵称啊，这些没有了。哎，你那王富贵，我告诉你啊，一定有这么一过程，你得让他们都说完了啊，这最后才能轮到你说，你再去解释是怎样怎样。所以曹操懂得这个啊，一进门也不说话，把头一低，啊，意思开始你的表演吧啊。他爸爸可得意了，逆子啊，你知道你惹了多大的祸吗？好好的公务员你不干啊！你当然那年他没这词儿啊，你竟然要刺杀董太师，你如何当当说啊！说到最后，他爸爸累了，哎呀，来你来2句吧。一般到这会儿呢，其实老头气儿就消了啊。曹操扶着他爸爸，您坐着，爷俩对面而坐。曹操开始表演了，我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朝里边怎样，董太师又如何，百姓们又怎样，我是怎么回事？把事情从头到尾全讲了一遍。您看你看这个老头他跟其他的人就不一样。就曹操这个父亲呢，曹嵩啊，他是做官的人，他的理解，他的角度，他跟村子里那些大爷们是不一样的。听儿子一分析天下大事，说的有道理。那么到最后又问，这事儿我听明白了，你有什么想法吗？爹呀，
我是准备着变卖家财，招兵买马，聚草屯粮，匡扶社稷，诛灭董贼。这要是别人家哈，比如曹操他爸爸是说相声的，他回家说这个，他爸爸就得抡圆了给一大耳贴子，捆好了那送到村里边去。但这个老头不一样，想了又想，好，我儿有此雄心壮志，好便是好，但有一案，这个事情资财少了是做不到的。投资的人在哪儿呢？你要造反呐，你一个人造不了反，加上我，咱爷儿俩也不行啊，对吧？咱家还趁仨学员班，那也不行啊，对吧？这是拿钱买啊，这怎么办？最重要的就是现在这件事情，谁给咱们投资？爷儿俩先算自个儿家的钱，把咱家的钱都变卖了之后，我说为什么招兵买马得用钱？人那会儿就招来兵，人不能白招啊，跟上班一样，你得给人钱。另外，你说盔甲、兵器、战马、粮草，这都是钱呢。为什么说当年说这像这种造反的这个生意不好做，就在这儿呢？投资巨大，而且很难成功啊！爷儿俩算这个账，说一定要有人给咱投这个钱才行。商量来商量去，曹松说：“咱们这儿有一个人能干这个事儿，这人姓魏，卫生的魏，姓魏，叫魏宏，是此地的大富豪哦，特别有钱，而且呢，曾经跟曹操一样举孝廉，孝廉公嘛，就是一种功名嘛。他举孝廉，平时咱们也多有来往。要是跟他聊一聊，我觉得这个事情靠谱。好，您安排一下吧。啊，行。过了这么几天，把这魏宏请过来了，到家里来赴宴。啊，这儿一见面，先得介绍吧。这是魏老员外啊，你称呼伯父。曹操赶紧给人家行礼啊，坐吧。按说这种吃饭的场合，应该是曹松跟魏宏在一块儿，曹操不能在这儿。按规矩说，父子不同席。您记住了啊，父子不同席啊。但今天这意思不对呀，是爷儿俩找投资啊。关老头一人说不明白啊。坐，哎。上菜吧！山中走兽，云中雁，陆地牛羊，海底鲜，猴头燕窝，鲨鱼翅，熊掌干贝，鹿尾尖。有人说真有这个吗？哪有去？好些个菜那会儿都没发明。说书了套子活呗，反正就得吃好了呗。啊，一人来包辣条，坐这儿啊，连吃带喝，你不能老吃老聊啊，得说正事儿。哎，坐这儿了啊。偷眼观瞧，魏宏这状态很好，多少喝了点酒。为什么找投资都在酒桌上呢？你要是他刚起脑袋不是清醒，你跟他说他不容易投这个钱，就是吃饭啊，坐在一块儿，再来4个大姐姐捯饬花枝招展的，坐这跟他一聊天啊，一高兴他什么都敢答应你啊。坐这聊天，曹操一哄人家呀，求人办事嘛。来呀，魏大爷，来呀，2只小蜜蜂啊，飞到花丛中。得说正事儿啊，说今天请您来，我有一件大事儿要跟您商量。魏宏挺高兴，哈哈哈哈！贤侄啊，久闻贤侄文韬武略。今天杯酒相邀，必有大事所为啊！就知道我来是有事儿，不是单纯为了喝酒。你跟我说吧。曹孟德仰天长啸，说出一番大道理。